美国智库发现不大对劲儿，俄乌冲突造成的冲击波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立场反而更加趋同。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到了削弱俄罗斯的机会。一方面，北约在军事上援助乌克兰，与俄军死战；另一面呢，又发动了对俄罗斯的极端制裁，而在外交层面对俄罗斯进行了孤立，甚至想逼迫中国、印度等国家远离俄罗斯。但是战争进行了3个月之际，美国发现不大对劲，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立场更加趋同了，其中就包括阿联酋等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美国要通过经济制裁打残俄罗斯，主要办法就是禁止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而从某种角度讲，这场较量的胜负，其关键因素就包括中东的产油国，当然还有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以及耗油大户印度等国家。美元石油原本就是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础，所以美军在中东地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并在该地区扶持了不少所谓的亲密盟友。但是在最近的3次联合国投票中，一些美国所谓的盟友开始自主行动了，与美国之间出现的裂痕清晰可见。这些国家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与中国持相似的立场，而不是站在美国一边。美国智库史蒂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毅表示，今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要求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表决，3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包括中国和阿联酋。3月初，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35个国家弃权，包括中国、伊朗和伊拉克。4月上旬，联大表决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卡塔尔、科威特、埃及、沙特、阿联酋、约旦和伊朗等中东国家弃权，中国反对。也就是说，中东很多国家与中国的立场相近，而不是表现得更亲西方。拜登最近为了施压沙特增加石油产量，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证明美国的话现在不太好使了。中东地区目前还不是主要的地缘政治角力场，俄罗斯、乌克兰、欧洲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在一些人看来，欧美在经济上与中东的联系更紧密，但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中国与那些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国主要的盟友和伙伴，在对俄罗斯的态度、俄乌冲突上所持的共同立场，比人们想象的更多。这本身就非常有意思，证明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则在上升。中国与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保持稳定或进一步改善的势头。中国与伊朗签订了一项长达几十年的战略合作发展协议，又与海合会共同推动一项自贸协议。中国是多个中东国家的最大石油进口国，而且开始商讨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沙特有可能成为这一计划的支持者。中国生产的各型军用无人机、大口径自行火炮和远程火箭炮等武器也在中东地区畅销。在美国准备收缩兵力从中东地区撤军的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正在持续升温，这将促使更多的中东国家在外交、经济发展方面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不再听从美国的指令。体现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东产油国配合压低油价，显然并没有得到回应。中国不会强迫中东国家做出选择，但是一定会推动美国的这些盟友在中国关心的问题上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更不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很显然，中东国家对制裁俄罗斯没有兴趣，而与中国对抗更没兴趣。美国能否推动中东国家配合制裁俄罗斯，被认为是未来在台海发生危机时能否制裁中国的预演。中东国家是否会配合美国的行动，成为了一个关键。现实很残酷，美国想形成制裁中国的全球联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不过我们也要注意，
华盛顿看似在减少中东地区事务的参与，但仍是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的提升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从来没有控制中东国家的计划。我们推进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中东国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也意味着中国才是未来在中东最受欢迎的国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